这里是伊菲索，伊菲索是土耳其一个真有名观光的一个所在。这个所在呢，真侪人来。这个所在看到有罗马、有希腊受古遗迹留下来的建筑结构。今嘛所在这个所在叫做伊菲索的，算是歌剧院吧。但是呢，这个城墙已经都拆掉，全部都拆了了。所以今晚呢，当这个歌剧院来的呢，当时可以容纳15000到2万多人在这边，在当时仅次于罗马的一个歌剧院，在世界上算是排名第2大的。在这里面有非常多珍贵的遗迹，但是有很多的遗迹呢，也被搬到了这个德国啦、法国的这个博物馆去了。所以这里当时呢，留下了3600多年的这种欧洲的历史跟见证遗迹。伊菲索，我感觉这个所在真水，你哪有机会来土耳其，别错过了伊菲索这个所在。伊菲索西元前9世纪就已经建立了啊，西元前6世纪呢，波斯人就入侵了啊。那波斯是伊朗在欧洲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旧称。历史上的波斯帝国曾经是第一个地跨呢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但如今的世界上却没有一个名字叫波斯的国家。波斯是依然存在的哦，它改名的新名称就叫什么？伊朗。西元前世纪，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啊，将这个城市迁移至此啊，在西元17年的时候，因为大地震而摧毁了。当时的罗马人曾经呢修复基督教，后来兴起之后呢，因为城市信仰多神而渐渐的被弃置了20世纪以后才陆陆续续的挖了出来啊。目前伊菲索是全世界规模最大且保存最完整的希腊罗马古城，总面积呢约有2000公顷。在这里呢，拥有希腊化时代到罗马繁荣时代的城市遗迹。城内有3条的主要道路可以通往浴场、图书馆，还有什么妓院等等，可以说是四通八达。这真的可以说是希腊文化跟土耳其文化剪不断，理还乱啊！以前家到处都在看的喵啊，根本整个土耳其其实早都在喵星人的统治之下啊。当狗狗因为血液里来自狼族的团体服从性格，而将人类当成慈爱上帝的时候，猫咪已经受到我们驯化5000多年了，却依然留住基因中那份野性啊！他们受人类圈养，却以主子自居自己以为自己是老大。我们在这个农耕的文明初期开始呢，驯养的猫，就最主要由于是猫咪能抓老鼠控制鼠患那土国人、土耳其人呢，养猫的原因当然呢也是这个原因然而更多的原因是什么？伊斯兰教的宗教教义上认为猫是圣洁的动物，先知呢穆罕默德就是一个爱猫者。哇塞，这谁站那么高啊？那是我啦你看看站到最上面，从最上面呢排下来。先知穆罕默德是一位爱猫者有一说呢是穆罕默德曾被毒蛇攻击然后是一只猫咪适时出现了，英勇击退毒蛇，才拯救了先知。从此呢，猫咪便成为了穆斯林的恩人，得以呢住在伊斯兰国度呢，倍享尊崇所以这么整块一个石头可以变成固定的，每次地震的时候，不容易掉下去。你们看后边，过了很多地震的事情，才可以变成这个样子。所以现在这样的柱子是2-3块石头的样子，如果里边没有贴住的话，全部都可以破坏。就这个意思。所以保护它们不整边上没有大理石的脚供上，那这样的时候需要很多费用，从很远的地方搬过来送过来，就这个意思。真的很硬的一个石头，手工刻出来，他们有模具的，但是大部分还是手工刻出来的。比方说四方形的样子用模具刻出来，但是上面的很细的花纹图片都是手工刻出来的。这个城市有一个神，名字叫
Artemis， 阿特米斯是一个有钱，那个他身上的话有很多的蛋，你看到了没有？很多的根本乱起来，他是说他身上的话是女人的这个是蛋。在医生的标志、买药片、课上都可以看到这个。医院医生都用这个图案的。这个的意思是在这里原来有一个医疗中心，在这里代表这个图案代表医疗中心的。然后在它的后边，我马上给你们看，请看这边，这里有另外一个 Hermes 是今天是一个大名牌的名字。它的标志呢，它有2个标志，一个是它手上的柱子，就是这个；另外一个是它鞋子后边的指板，就在这里。OK， 所以它的脸不在的话，我们看不见它的脸的话，也可以认识它。没有这个看这个门，哎对了，保护这个门了，各位看见了没有？这是 Heracles 的意思。他手上一个狮子皮，看到没有？哎，狮子。他手上拿了一把，看到没有？一把刀。这个地方的话呢，为什么他在这个地方？他就是保护圣地，在这个门，看到没有？他就是这个大力士神。你们也知道吧？这个大力士神的力量在哪里呢？他的力量的话呢，在头发上面了。他有一天爱上一位姑娘。姑娘的话，她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头发把它剪掉，她第2天起来就没有力量了。这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希腊文化？这里明明就是土耳其啊！这要从土耳其的历史说起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帝啊，在此确立了希腊人的统治啊。那西元前190年以后呢，他就沦为了什么？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那罗马呢，破灭了塞尔柱人，那蒙古人呢，先后各抬高家来，直到了16世纪末，祖先为突厥人的奥斯曼帝国走到了鼎盛时期，就成为了什么土耳其难以忘怀的回忆啊！所以这里啊，有一个个童话和神话在这里孕育啊，一个个响亮的名字曾在这里驻足：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大流士大帝。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帝国的康斯坦丁大帝，蒙古的铁木尔大汗，奥斯曼帝国的一系列的君主，都曾经是这里的主人哦。这里爆发过有名的特洛伊，这里也是十字军东征的古战场，这里也是丝绸之路的终点。太棒了吧！你还不赶快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土耳其看得到希腊神话咯。希腊神话当中，住在奥林匹斯的有最高身份的神共有12位，他们就被称为12主神。所以为什么他就宏大起来这个意思了？但是你下面的人看你对他好，替你服务，哎，是这样子的。以前人跟当然现在有不一样，现在可能说不定更会另外一种想法，是这样。那为什么叫你们这边过来？这个地方比较重要的地方，它讲的这个地方以前的话有屋顶，这个地方盖起来的，但是屋顶呢在上面的地方都是木头盖的，所以时间太久了，屋顶就掉下来了，看到没有？这个地方的话，马赛克啊，这个地方大理石啊非常漂亮。这是一个房间，看到没有？
好，里面的话，最里面的那个房间就是热水澡的房间，看到没有？在隔壁的地方温水澡的地方，在旁边的地方冷水澡的地方。所以这边罗马大帝国的时候就洗澡堂，看到没有？4个房间。对，请你们把它稍微联想一下了，不是这个样子的。以前的话，全部都花花绿绿的。这个里面的话，国会议员都在这个地方的哈，甚至拿国家决策都在这个地方开会的。小民你们都要跑来跑去啊，水果啊，吃的东西在这个地方把它给他们供应的，各位在这边非常好。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所以等一下的话，我会建议你们去到底，把它看完了1、2、3个房间再回来。这个地方。猫，有人说到土耳其，你可能会错过某些风景，但绝对不会错过猫，而且走到哪里都一样。猫，它们穿梭在这个城市的每条街道啊、角落，从容、优雅、自在、贵因的记啊。与其说它们是流浪猫，不如说它们是与人类共同生活在这座城市，也是因为它们让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渐渐的离不开猫。尽管在欧洲，当时因为黑暗时代的迷信，喵在许多地方被视为邪灵的化身，甚至遭到大规模的屠杀。但是，在当时仍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名为君士坦丁堡位于欧亚中心的枢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更是当时海运网络的中心，发达的海上商业贸易便将无数只的猫带进这一座城市，黑死病也在此地逐渐的得到的控制。反观当时的欧洲大陆，就这样把救命恩人给宰了。而且此后呢，他们便堂而皇之的成为了城市的教课。土耳其人普遍信仰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中还有一个指示要穆斯林善待动物，其中猫因为视为纯净洁净的动物，人类呢就更必须呢善待它们了。我说，说不定罗马人的屁股比较小一点吧，对，或者是说他们很准，不像我们一样，可能把它做很准了，各位，咚，掉下来。这个时间温度特别多了是什么？当然，这个上面把它盖起来的，各位，这个地方的话呢，很多人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纸，用什么东西擦屁股呢？各位，所以呢，在前面的地方的话有一个水沟，你看见了没有？他们用左手把它就擦屁股的意思，用水才可以通向在这个里面了。大理石像智慧、才智、文化这个地方的话呢，励志的意思，各位。为什么呢？这个4个美女放的地方以前的话呢，代表一个图书馆。所以为什么呢？女人比男人聪明了，各位，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那为什么上帝制造男人呢？不要给他们无聊，所以配备他们，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真的，女人比男人聪明了。说得漂亮，所以是吧？说得漂亮。哦，是谢谢。就有人也问我说，梅蒂啊。那个土耳其的男孩子是不是大男人主义啊？这样子跟我讲是说，是不是都是他说的算？我就跟他们讲，在外面的话一条龙，回到家里边去一条虫。这是的，太太你说的算了，不要听我了，这样。好，来过这个地方的，我来过，我看过，我大声讲过，有3个字，这个是他要写的一个拉丁文。Veni Vidi Vici 4个，在这个地方的话呢，稍微眼睛好，等一下你们过去跟他一起拍就没问题了，看到没有？在上面的话，那一块石头的意思。好，等一下把它去了以后呢，我们在那里集合呢。各位看见了没有？有一个弓的地方，看到没有？在弓的下面的地方，等一下我们在那边集合。对了，但是
那你说红萝卜蹲下。OK， 来开始。是吧？一佛手，哎，一佛手，一挥手，舞鸡啊，一挥手，哎，一飞手。哎，那有没有下？那有没有下？我先倒下来，我下来啊你。挥手，走，耶！耶。OK。耶！无来无菜。一个国家的文明，几千年前就有什么图书馆呢？就是你很难想象的哈。一个国家会强大，其实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强大的国家，它对它的历史文化就越会保留下来。塞尔瑟斯图书馆位于克里特斯大道与大理石大道的交叉口啊。塞尔瑟斯图书馆可说是以菲索古城的地标。西元135年呢，罗马一名领事官为了继承呢父亲塞尔瑟斯成为以菲索的总督，就在他父亲的墓地上盖了这一座壮观的图书馆。图书馆的规模在当时号称小亚细亚第2大，仅次于贝加蒙。正面是2层，内部是3层的走廊环绕着在罗马时期就拥有了12万卷藏书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好的古罗马图书馆之一。历经了大火跌当图书馆的正面大门依然屹立不摇。大门的1楼还可以见得到4尊女神雕像，虽然它是复制品，分别代表了智慧、勇气、知识、美德。原来的雕像与2楼的4尊呢，据说因为奥地利于20世纪初协助考古挖掘的工作物件的存抓上后因后因沙造仪目前呢收藏于维也纳的博物馆当中。以菲索是世界上保存最好最大的希腊罗马古城，气派的大理石的建材超过了2000年，有东方庞贝之称，是目前世界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罗马古城，也是希腊文化罗马时代的繁荣象征我坐在这里看什么？在看猫顺便摄影最后要离开了以菲索，这里呢，我再讲一个土耳其猫的故事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猫就有一段断袖的故事。当时礼拜时间一到，穆罕默德正要起身去做礼拜，却发现他的爱猫正熟睡在他的袍子上面为了不打扰猫的睡觉，穆罕默德便将自己的衣袖剪掉，才起身呢去做礼拜一个国家的历史组成的部分呢，还包含了饮食。像你来到了土耳其，除了看到历史古迹之外，你还可以看得到到处都在卖什么土耳其的无花果，还有呢椰枣。这就是为什么呢？这些
都是跟他们的人民生活、历史还有穆斯林的文化有关系哦。野枣与穆斯林千万别诠释为椰树上的枣子，因为野枣不属于枣类啊，这是属于独立的果实。再说呢，中东人给它取了一个优雅的名称，像是沙漠中的新娘，还有沙漠面包啊，一点也不像苹果干的名字啊。野枣在中东国家是主要出产的食品之一，并且在当地的政治与文化领域上享有崇高的地位。野枣之所以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与伊斯兰教有着紧密的联系。到土耳其到处都可以看得到这两样果实。土耳其的爱琴海地区带有浓烈的希腊跟罗马遗迹的风格，还有呢，希腊爱琴海的度假氛围。现在就让我们来到了爱琴海沿岸的崩点嘛，让我们来看看美丽的爱琴海夕阳。I did a lot of bad things, and never did I give in. Just 'cause the thought of being vulnerable made me feel less than I am. I have never felt home till you entered my door, and from that moment I knew that a home is whatever you choose. That's the thing about you. The best thing I did, and I want you to know, was letting you in. From that moment I knew that you were all I missed. Baby, it took just one kiss. 'Cause here in your arms I can finally let g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outside when you make sure I'm all you've missed. Baby, it takes just one kiss. Many years have gone by, many tears have dried out. I know that I will be with you as long as you still want me to. All the things we've been through, everything that's been you, there isn't anything else that I wish I had done to be true. Yeah, that's the thing about you. The best thing I did, and I want you to know, was letting you in. From that moment I 是不是很浪漫呢？所以跟着我去旅游啊，让你留下一辈子美好的回忆，对吧？刚刚提到了穆斯林与野枣的关系，就以先知穆罕默德举例啊，先知的故居里的柱子是以野枣树干所做成的，柱子和墙之间覆盖着野枣叶做成的凉棚啊。院子里的讲台由野枣树的树桩为讲台，而野枣的纤维织成床。先知还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尊敬你们的古祖母野枣，因为野枣和人主阿丹是用同一种泥造成的。戒斋月期间吃这个椰枣是属于盛行哦，所以穆斯林到了麦加朝圣，也会带当地出产的椰枣回自己的祖国，再分派给亲朋好友啊。所以你想想看，椰枣是吉祥之物咯，可以带来满满的祝福啊。曾经有一枚2000年前落在死海附近，
古犹太要塞马萨达的椰枣种子啊，如今居然发芽成长，哇，2000年呢啊！生长在沙漠中的椰枣，在伊斯兰世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但被古兰经提到多次，也是先知穆罕默德在结束禁食之后最先吃的食物，而这也造成了穆斯林的传统。斋戒月期间，每天在这个祷告完后的开斋禁食啊，都会椰枣开始啊，就是穆斯林从日出就不能饮食哦。在斋戒月的时候，直到日落才能正常饮食。在日落后，通常呢都会先吃几颗椰枣和喝水当作开斋，表示可以饮食，再享用晚餐。在日出前，也会以椰枣作为封斋前的最后进食。由此可知，椰枣在斋戒月期间呢，对大部分的人民来说，可是每天必备的，让穆斯林能迅速补充体力，以度过斋戒的时间。难怪被称为叫做穆斯林的生命之国。椰枣会成为中东人民十分重要的食物，主要是和当地的气候有关系。中东地区各国多为沙漠气候，很多的农作物皆无法生长，但是椰枣却能适应干旱的气候，只要土壤不要太贫瘠，排水良好，便能茁壮的成长。椰枣的种植和食用呢，最早就可以追溯数千年前的两河流域的古文明，从那个时候就慢慢变成了中东不可或缺的重要产物之一啊。除了气候因素之外呢，椰枣更是富含营养价值。椰枣中的糖分容易被吸收和消化，它可以快速的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又可以刺激肠胃，协助呢消耗热量，因此呢，也很适合什么孕妇食用，有利于孕妇顺利生产啊。椰枣的含糖量高达55%到70%，主要为葡萄糖、果糖和蔗糖啊。富含的铁、钙、磷、维他命，哎呦，真的是作为糖尿病代糖的，或者是呢减肥瘦身搭配使用呢，不但不用担心吃下肚的热量，又可以透过其丰富的维他命和矿物质增进身体的健康。下雪了吗？不是，这里是有名的棉堡。Hierapolis，所以好多介绍土耳其的书上 ，Hierapolis 和棉堡是在一起，就是因为古城里边的一部分的名字叫棉堡，但是好多人都知道棉堡的名字，其他的名字好多人都不知道。希拉波里斯，就是希拉波里斯，要么是可以叫。就是 Hierapolis， 3世纪罗马帝国时代的非常漂亮的、非常面积也是不算少，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是一个古城，就是罗马帝国时代。而且土耳其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就是这个地方。这里呢，我说实话，就是如果比较的话。昨天看到的那个伊夫座是最漂亮的一个，最完整的一个，就是因为里边你们可看的东西是最多的，基本上就是昨天我们看到的那个古城。在这里呢，就是东西和东西中间的距离也是比较远，比方说从这个地方到大剧院中间，现在就没什么东西，所以到那个地方去就是没必要的，就是因为昨天的地方是昨天我们去看过的那个地方，是好多建筑，就是都是一排上，一个看完以后还有一个，看完以后还有一个。但是这个地方呢是比较乱，就是因为还没有挖掘完，还没有结束。比方说这个地方，这个是最近，就是目前挖出来的一个部分，原来的地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还有很多柱子还在底下，还没有挖出来，所以现在在地上可看的东西少，但是地下还是有1800年历史的古迹，都是在地下，所以还没有挖出来的地方。反正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城市，但是今天可看的东西是比昨天的少。这边是体育馆。
哎，其实我故意的，把你们带到这边过来。不可以喝了哈。不可以喝了，这个不可以喝了，哎，啊，喝了有什么样呢？喝了的话会拉肚子了，各位，哎，会拉肚子的意思。烧吧，烧吧。哎，甜啊，咸的。你也干咩？我干的。看到没有？他为什么我叫你们这边过来的原因？这个是在山上的话呢，它是第二个来到这边以后，你们看了很清，看到没有？清清楚楚了。这个地方你说它的盖子的话呢非常高啊，要不然它混杂了就看不清楚的意思了。所以非常的漂亮。如果等一下有人呀。自愿的，如果想要去看那个剧场里，或者不要往这边过来。政府大人还把它建造了，现在是维修了，看见了没有？正在维修。嘿，那部电影拍的时候刚刚好在这个里面了。哎，这个是你过来开机。哎，对了。我们这边的这位先生代表土耳其，看到没有？标准的土耳其人。对呀。那边因为他是戴的帽子都是比较。来，这里是来什么土耳其的棉堡。这里有很多可以泡脚的地方，它有温泉，有什么？温泉，嗯然后还有一些冷泉的地方。对，那可以来这边泡脚，很舒服。知道你刚刚讲过还有什么？还可以泡脚除外还可以什么？请问一下，你这件衣服买多少钱3900啊？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这里是棉堡，有很多可以泡脚的。我这件衣服比较贵一点啊，不要开玩笑。这是世界文化遗产钙化质的棉堡。奇怪，做侪人拢要叫棉花堡，但是明明就叫棉堡哦。这个所在真水，来到这里也是看的过了6000万年所沉积下来的这种碳酸钙的这种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很值得一游。这也是土耳其最著名的一个文化景区。棉堡就像是一座雪白的城堡，在1988年被列为了世界遗产，因为含钙的温泉水在流动的过程当中冷却之后呢，就沉积下来，变成了什么白色的石灰岩层了。再加上因为气候、温度和温泉水的流量，导致这个温泉水呢就会沉积在什么石灰岩当中，就形成了现在的棉堡景致。白色石灰岩中有着湛蓝的温泉水，远看近看，哇塞，都是美到不行的画面。关照，来，够，现在讲啊，很好。
媳妇，媳妇，我你叫你新妇那也无滑头啦。在这里啊，不是所有的水都是热的哦。比较上面的水呢，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热了。走在这个上面呢，要很小心啊。每一年都有很多人在这里摔伤了，大家无小心滑倒摔伤了，要自费处理哦。不是像刚刚台湾写稿的，叫你们老板出来啊！这里是没有老板的，国外有很多人叫做什么风险自负。而且在国外啊，很多的告示牌上面呢，已经告知了你啊，这里有危险啊。那如果你还不小心自己受伤了，那你就必须依靠你的保险呢，跟在台湾生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台湾呢，吵吵闹闹啊，找个媒体来给你报道一下，就这样。这种很奇怪的氛围啊，你到国外啊，谁管你，谁理你这一套啊？这个地区共有17座热温泉，温泉的温度范围呢介于摄氏35到100度，泉水中含有碳酸盐、钙、钠、镁，可以浸泡，可以饮用，对你的坐骨神经、妇科、神经系统，还有泌尿器官等都有一定的疗效哦。